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这第一个比喻里面呢，我给大家来看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那我把它分为3个部分来看哈。第一点哈，99%的法利赛人；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上帝看重的1%，还有悔改是值得一同欢喜的事儿哈，这是最后一点。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怎么这么多数字？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数字，它背后代表一些属灵的含义，对不对？那我们来考考大家好不好？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些数字哈，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含义哈。考考大家，一代表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些数字，你会想到什么啊？一代表什么？你会想到这个我们独一的神，对不对？以色列你要听啊，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讲到独一的上帝哈，这个意义。那3呢？强调我们的神是3位一体的神，是吧 ？OK， 很好。4呢？不是，就从圣经里面，圣经的文本来看，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说4个福音但是圣经里面用4特别指向这个世界4的地，这个地的4极地的4方。包括从地的4角哈，他特别讲到这个属地的哈，这个用4来表明东西南北嘛，是吧？那7呢？7是指一个完全这里面的完全，特别是指向在神里面。你看，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不是7天，6天完工，第7天安息嘛，是吧？是表明天和地的这样的一个一种合一的状态哈。所以3指向神，4指向地，3加4是7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哈。那10呢？10个探子，十灾，十诫，对，在圣经里面10很多时候是表明一种完全就是一种完全所以刚刚讲到十诫这些讲到神律法的一个完备。那12呢？12大家可能都知道有12支派12使徒对，因为这个12也很重要，后面我们会看那40呢？40你想到有旷野40年，还有想到什么呢？耶稣受试探40天所以这个40很多时候是跟你的这个忍耐等候试炼相关的，是吧？摩西在山上40天来领受神的律法。50代表什么？五旬节很好那个是摩西律法赐下之后或者是说我们说的逾越节之后的50天圣灵降临。还有就是在旧约里面，它是这个50有个喜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喜年喜年就是第49年到第50年的时候有个喜年。这个喜年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呢？你所有的债也不用还了你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欠人的还是什么，所有的债务一切都一笔勾销。这个所以50在圣经里面它更多展现出一种就是这种赦免这种释放所以圣灵的降临其实跟这也有关系了70呢？70是什么？7乘以1070。70个7 70你想想旧约有没有跟摩西有没有关系？什么关系？对，这是一个，他选了他呢，对，70个长老。那个新约里面呢，耶稣有没有选70个什么？70个门徒，对不对？他差门徒一个两个去的时候所以这个70跟神的这个子民跟他的门徒有关系。666 666在圣经里面这个6呢，因为7是表明这个神的这个完全嘛，6就是还差一个嘛，所以表明没有到那个完全，是吧？所以6一般是指人的数字，7一般是指神的数字嘛，对吧？所以666在启示录里边特别是指向这个很不好的一个势力，对吧？那1000呢？你会想到这个喜年，千禧年，对吧？讲到千禧年。最后一个144000呢？144000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12乘12乘1000是吧？哎，所以你有旧约的12的支派，新约的12个使徒，还有这个1000的，表明一个完美。所以这个千禧年它可能也是指向一个完整哈，一个完美，并不一定是说就是指365乘1000哈这么多天啊。所以144000也并不仅仅是说就这么多人啊，最后会得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向神全体的百姓啊，就是旧约的加新约的，然后乘1000啊，这3个数字合到一起，表明神完整的一个百姓，是吧？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些数字啊，包括那个我们讲的11奉献这个10哈，之前我跟大家有提过哈，为什么神要让大家纳11岁哈，它里面怎么算的？那最后利未得到多少，是吧？啊，如果你算完之后，你发现利未是比其他的平均来说，比其他的11个支派刚好也多1/10啊，所以这是圣经里的数学。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我们的题目。另外还有一个数字也非常重要哈，就是这个100%啊。所以当你讲到1%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个故事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神用这样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来表明一个怎样的他的一个福音哈。那在第15章的时候，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张力就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这里面的背景很清楚耶稣在跟税吏罪人讲道，甚至跟他们一块吃饭，接待他们。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私下议论、批评、指责。这个议论这个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词。这个词在路加他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又用到了就是当时的寡妇们抱怨没有人照顾他们的饭食的时候，那个抱怨那个字包括这个议论英文的翻译都是 murmuring 这个词，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字，它特别指向出埃及时期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向神的抱怨。所以当时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词，这是一个专有的词，专门指向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抱怨。很有意思，这个比喻里面提到旷野了，你看到没有？有没有旷野啊？没看到旷野接下来一节就有旷野了，等一会你看旷野在哪所以当时的人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联想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种议论。我们中文翻译的是很中性的一个词，议论一下嘛，我们探讨一下，是不是？可是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字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它是一个展现出这些人心背后的问题的一个词。就是如果我问大家，以色列人为什么出埃及40年他们没有走出来，他们都倒闭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是不信神，这是最根本的，对吧？那他们的不信展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抱怨，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抱怨没有水了就抱怨没有水了，没有饭了就抱怨没有饭吃，没有肉了还抱怨没有肉了所以他们怎么样都能找到抱怨的话题。所以他们并不是在一起开会一起探讨什么神学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抱怨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他背后的一个不幸。这个很有意思，昨天我们同工小组的时候还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就讲到这个抱怨的事情我们特别讲到说圣经里面怎么来看待抱怨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怎么要求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是怎么要求的吗？是说这个你们偶尔抱怨一下也可以啦，还是说怎么样昨天我们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了？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不要发怨言。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发怨言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很严重的。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基督徒是不应该发怨言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不满。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这个学习这个课程，对不对？你是可以有不满的，你可以有一些你的意见、你的看法，这些是 OK 的。可是它不能导致一个抱怨，而这个抱怨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抱怨，它是更多指向在圣经里面
这种对神的不信任，对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啊，你觉得你有各种各样的怨言啊，其实本质上你是对神的一种怨言，指向神的，因为你觉得神啊，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个处境当中啊？我不喜欢这样的处境啊，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就会有怨言啊，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抱怨啊，因为这个抱怨会指向神。这也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问题啊，不是说不能议论这个事情、探讨这个话题，而是他们的本质是他们不信神，这是关键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第15章，这个我们今天只是讲前半部分，后面下一次我们讲最后一部分就是讲了浪子的比喻啊。所以整个15章都是比喻，而这些比喻呢，都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所以你要看清楚。路加在这里写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他是针对谁说的？他是针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说的。他不是他跟马太福音里面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比喻啊，其实是一个比喻哈，因为在第3节，耶稣用比喻说这个是一个单数的，好，原文里面也是单数。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100只羊的比喻，然后有这个失钱的比喻，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其实这3个比喻是一个比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比喻的3个部分。我们现在只是讲这个比喻的前面2个部分啊，它其实是要针对法利赛人说的。一方面呢，他要让法利赛人知道说，你不是论断我接待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吗？啊，我就是让你知道，神就是要接纳这些罪人，就是要拯救他们。这是耶稣讲的整个这个比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改正他们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因为他们觉得你跟罪人吃饭，那你不就是罪人吗？你跟什么人在一个桌上吃饭，你就是认同他们，你就跟他们一样，对吧？啊，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才会这样指责耶稣。那当然他们是自以为意。那这个比喻的第2个层面就是说，一方面告诉法利赛人文士，神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第2个层面就是，你认为你是义人，你就麻烦大了，你要悔改啊！所以我们后面讲到这个比喻的第3个部分，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专门针对法利赛人，他们是大儿子，他们是家中的浪子，他们在神的家里面，他们没有真正的服侍神，他们以为他们在服侍神啊，可能他们比那个小儿子还更可怜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2个层面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法利赛人在这个比喻当中啊，他们是占多数的。什么意思呢？啊，就是那个100只羊有1只嘛，对吧？我们等一会儿会看这个比喻，大家很清楚的看到，那1只羊不是法利赛人，那只走散的羊，那只失落的羊，那只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犯罪的这样的1只羊，他们绝对不认为那个羊是他们。他们更多认为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很好的，他们是那99只不用悔改的义人，对不对啊？可是这些占绝大多数的人，神怎么看他们？神怎么看他们？啊，你想想，在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耶稣讲这个比喻，法利赛人当然听得懂，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比喻就是针对他们说的，对不对？啊，那这些法利赛人听了之后肯定会很不舒服，当然这也是耶稣的用意。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是占多数的，就是可能99%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他们在当时的处境里面啊，也真的是这样的。大多数的人啊，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他们都很好啊，他们是神的百姓啊，他们在服侍神啊，为什么耶稣你来就挑我的毛病呢？啊，他们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彼此受荣耀嘛，他们彼此都接纳嘛，他们彼此都看对方都很顺眼嘛。可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提醒我们，有些时候啊，神看重的不是那99%，很多时候神看重的声音是那1%的声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多数的99%，当他们来集体违背神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并没有退缩，耶稣也并没有说：“哎呀，你们人多势众，好了，我不这个打扰你们了哈，我不挑战你们了。”没有，耶稣照样挑战他们。
甚至把真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展现出来更加的清晰。所以神的真理就是神的真理，不管人多人少，是多人赞同还是没有人赞同，那都不会影响神的真理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对神的道有信心。哪怕有人说你这个不对，或者是他们不信，是不是？那你也要知道，我们相信这个耶稣是在这个当时是一个少数派一直到最后，你看到这个少数派到最后连他的门徒都抛弃了他一直到他走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孤身一个人可是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99%的法利赛人，他们不仅没有代表神的心意，反倒怎么样呢？反倒这个成为了一个反面的榜样。这个在圣经里面呢经常出现，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神怎么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因为我们后面会看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特别比这两个价值，一个是99个人，一个是一个人。那在人的角度来说，那当然那个价值更高了，99个，这只有一个，可有可无。可是神的眼中不是这样看事情的神看人的时候，他不是看人多人少，他是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遵行神的心意。那个真的遵行神心意的人，在神的眼中才是有真正价值的。而那个不尊重神、不遵行神心意的人你人数再多，活得再长都没有用所以你看创世纪就是这样了。你看当年记录家谱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讲到这个亚当的后代，讲到这个赛特的后代，他们都会讲到谁活了多大，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可是你看该隐的后代，那个家谱里面没有记录那些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就只是说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圣经刻意的忽略了这些人活了多久，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多久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价值，就是这样。所以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人生命的长短，也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你在神面前你的身份的认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是谁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上帝看中的1%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那个99只羊的一只，你会怎么看待这个牧人？你说你把我们撇在旷野，你跑到那个不知道哪去找那只失去的羊，那找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难道我们99个羊的价值还不够吗？你是不是不看重我们？你那么看重那只羊，你把我们放在旷野，如果是你会做这样的选择吗？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羊的感受99只羊会抱怨的，一抱怨那个可厉害了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呢？神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是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自然而然带有一种世界的这种价值观，对吧？我们会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好的，对吧？大家可能也听过那个所谓的电车难题，是不是如果你开个火车，有2个岔道，一个岔道上有1个人绑在那，一个岔道上绑着5个人，你要往哪边走？往这边走压死1个人，往这边走压死5个人，那你怎么办呢？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那压死1个人嘛，对吧？因为5个人，5个比1个更重要嘛，这是我们人很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不是？我们来判断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是吧？但是神不是这样判断的。我刚刚已经讲了，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人的人数多少，也不在于你活得多久，也不在于你是什么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神不是看重这个神看重的是什么？
那99个羊，当然我现在耶稣的这个重点啊，他其实是要突出一个张力，就是突出什么张力呢？就是一个悔改和99个不悔改，是这个意思啊。也许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真的可能就不会去，你说我的理性哈，那99个羊很重要，我如果那个羊我找不到就算了嘛，是吧？啊，这个也 OK 了，这个也没什么问题。我也不是说你遇到这个场景你就必须要救那个一只羊，啊。这里耶稣的比喻的目的不是在让你去救不救羊这个事情啊，他的目的是在对比一个悔改和99个不悔改的价值，谁更重要？神更看重哪一边？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神情愿去付上很大的代价，去寻找那样的一个悔改、愿意悔改的人，他觉得付上这个代价都比那个99个不用悔改一人的价值更大。你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的那个价值是取决于他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悔改啊？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那当然就是指这些法利赛人了，因为耶稣是对他们说这个比喻的嘛，是不是啊？法利赛人一听就知道耶稣在说我们不用悔改，我们是义人，但他们也真的是这样觉得了啊，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义人，他们不用悔改啊。而且耶稣在这里有个邀请，他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是欢喜吗？不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反倒指责，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人把那个一只羊带回来了，然后你作为他的朋友，你不仅不为他欢喜，你还指责他，你怎么把你99个羊都留下来，跑去找那一只？你还生气，你还指责他？你觉得这个牧羊人他会怎么想？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本来是应该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可是你们却不仅不欢喜，反倒来指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与神一同欢喜，你就是抵挡神的。当你这个时候不与神一同欢喜，你跟神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也就暗指法利赛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这个抱怨是得罪神的，就这个意思啊。当然，面对这个羊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比喻不是耶稣的原创，在圣经在旧约里面，神早就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展现神要拯救我们罪人，就是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所以神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他是牧人，他要亲自的寻找他的羊，把我们拯救出来，是吧？所以一个他都不会放弃。这个就让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很小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就我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看的《拯救大兵瑞恩》他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有一个大兵。然后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因为他们打败了要撤退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这个叫瑞恩，他就这个没有撤退成功，他一个人留到了这个敌后方，所以呢这些美国大兵就商量了，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不救他肯定得死，他就是100%会死的。那现在活着没活着也不知道，那到底要不要去救他？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他们就派这个小队去救他。他们总共派了8个人，结果最后怎么样？死了6个人。当然最后这个大兵瑞恩是被救回来了，可是在这个当中他们付上了死了6个人的代价。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样值不值得呢？值不值得？你为了救1个人，然后你死了6个人，你们觉得呢？值还是不值？值啊。对，值不值？那不值。所以后来我其实有特别去看这部电影背后的一些的价值观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有这种想法其实是这个很多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因为我最后发现呢，他其实就是从这个比喻，这个100只羊的比喻，就是说神他没有哪怕只有1只羊神也看重他，也去拯救他，那这样的一种精神吧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就被塑造下来。所以他们拍出这种电影那我就回首看在中国文化里面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很少真的很少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也去思想它背后的这个价值观神所看重的。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甚至说神会付上极大的代价来去拯救一个人。那当然耶稣就是他付上最大的代价。可是有些时候耶稣付上这个代价呢，对我们来说有点觉得，哎呀，耶稣是为全人类死啊，为我只是这100只羊当中的一只，对吧？你好像感觉不到那个。但如果你是那100只羊当中的那一个失丧的羊，如果你感受到耶稣他用了这么多的资源，甚至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把你寻找回来，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上个星期听一个姐妹在分享其实我也很感动她就说，她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爸爸不对劲然后呢，她就最后她就隐隐约约感受到她爸爸好像跟其他的女人有什么问题。那后来她的直觉是对的，等到了中学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爸爸已经出轨很多年而且不仅是有小3，还有小4、小5、小6所以对他当时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长期知道这个事情。那后来他长大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气愤。他就在想，为什么他不仅对他的爸爸生气，他对他妈妈也很生气。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多年要忍着，你不跟他离婚呢？”而且他爸爸后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家暴的这种行为所以他非常痛苦，他整个的童年都是非常阴暗的。而且最让他很受伤的是什么？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这是台湾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更加夸张的是，因为他妈妈为什么要忍？他妈妈是师母嘛。然后教会也发现这个事情，就让小3去跟师母道歉，让师母原谅他。你知道吗？就让师母原谅他就是说你是师母，你得原谅他，已经道歉了。可是他们还保持着这种小3的关系所以他非常痛苦。然后有一次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个 PK 就是 Pastor Kid 就是牧师的孩子，他们有专门一个这个营会，他就去了。他当时去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瘦，他说我去了之后，我看还有没有谁比我更惨。这样的话，我心里面会得到安慰他就看看这些牧师的孩子有没有更惨的结果他去了之后呢，他发现他是最惨的。然后其他的他去了那个营会，给其他的他的这些小伙伴们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回去说，哎呀，其实我们牧师还挺好的，我的爸爸还不错啦我没有那么受伤了所以他去了这个营会之后呢，他又是满身伤痕就回来。不仅没有受到安慰，结果呢，当然他安慰别人了。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心里面就是你知道这种压力导致他就是生病。他这个病呢是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免疫的病，就他只要发烧或者是感冒生病，他就会得大病，就可能会死的这种病。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神要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家庭当中，让我能就是说，他想不明白，他觉得大家也不理解他的痛苦，他就觉得不如死了算了。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他就不信神，他觉得这个神是就是故意要整他他不想再信靠他了，他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太惨了。所以有一次他放学回来他说他坐捷运台湾人都知道他坐捷运回来，他就走回家。那天他就说那天是乌云密布，马上就要下雨了那种感觉。他当时就想，我就去淋一把雨生了病死了算了所以他就从捷运的车站走回家。走回家的过程当中，到了家门口发现雨还没有下来，他就继续走继续走。他说都走了不知道多久，走到天荒地老，结果还不下雨。他就说，哎呀，算了。这个回家吧，好，然后他就走到家门口回家。他说，当他把门关上的那一刻，马上雨就下来了。哇，他在那一刻，他就好像听到了神给他心里面的一个声音说：“他说孩子我都知道你的难处所以在那一刻，他就相当于重新又得到力量。他那种感觉就是神在，好像就是要寻找这一只失落的羊一样在众人当中
把他找寻回来，甚至他在寻死的过程当中把他挽救回来。他说他这个经历呢，对他来说让他坚定了他的信仰。现在呢，他的这个爸妈是离婚了以后呢，然后他的这个母亲师母现在就主要是做一些教牧关怀，大概类似的这种 counseling 这种就是帮助这些类似的有这种经验的一些家庭所以也是大得释放也是神也是很恩待他们现在。所以他现在分享回过头来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的感受就是神真的他的就是感觉好像神差派天使天军在后的那个雨让他不要下来，等他回家的那一刻再把雨下下来就好像这个牧羊人一样，他经历千辛万苦去把那只羊从失落当中把它找寻回来。神的爱对我们来说就是如此的细腻如此的长阔高深我听到这个分享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看重哪怕我们是那1%，是那个已经伤心的，已经在绝望当中的，在苦难当中的，可能没有人理解，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看到了，他听见了，他理解我们，是不是感谢主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神的美意总是好的。那最后呢，他又举了另外一个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跟100只羊的比喻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比喻就说一个妇人有10块钱，失落了1块岂不点灯去找吗？找到了就请朋友来说，我失落的那1块钱已经找到了，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天上的景象，是我们看不见的。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天上的景象，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当那只迷失的羊被找寻回来的时候，连天使天军连神都在欢呼，对不对所以那个姐妹就分享说，当她回到家的那一刻当她的心被转变的时候，她就好像看到这幅场景，她看到了天上的天使天军为她欢呼，看到她回心转意，重新的相信神。所以你想你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神为你欢呼？你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神高兴，让神喜乐？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这个好像很大的事情很大的施工，或者是赚了很多钱，或者怎么样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让人要让这个神欢喜，让神喜乐。我们需要在他面前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悔改，有些时候大家听到可能好像非常的严厉，好像觉得说，哎呀，你看神就是很严格的，就是你不悔改我打你是吧？把你打回来好像这种感觉。但是你没有发现神的心意，他让我们悔改就像我们后面看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你如果是那个老父亲，你就知道当你的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你是真心的为他欢喜，你不是好像说，哎呀，你要悔改，你要怎么样，你不回来我就打你或怎么样，而是真的你是为了他好，因为你知道他的那个处境，他在罪恶当中被捆绑。因为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被罪所捆绑，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灭亡，耶稣希望帮助他们，所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然上帝会为他们高兴了，是不是？可是当你拒绝的时候，你不仅不觉得神的这种悔改的呼召是为你好，反倒你还觉得这个你还抱怨神你还抵挡神，那么我们真的就是让神伤心了。所以我可以简单的来说，福音本身就是一个悔改的呼召因为这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就已经路加就已经写了。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就跟文士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税人一同吃喝呢？这个怨言还是同样一个字。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呼召我们悔改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呼召义人悔改，这是一个讽刺，因为没有一个义人，对不对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只是自以为义人，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义人。耶稣来是呼召罪人悔改，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也提到说，神的一个大的计划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还没有鉴察。可是现在
神已经把这个福音展现出来了。现在神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是保罗的一个总结啊，就是说，你现在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就是让我们各处的人、各个地方，不仅是犹太人啊、外邦人，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啊。所以这个福音本身就是一个悔改的呼召。而当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每天来到神面前来悔改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天使天君神都为我们感到这个欢呼和雀跃，是不是啊？感谢神啊！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最后简单总结神看重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啊！这也是刚才我回到一开始讲的，神看重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你为他做了多少，不是你活了多久，不是人多人少啊，不是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多么成功，在神眼前的价值，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就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而神看重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这一颗心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第二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悔改的路，已经把福音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罪他不能得到这个解决，只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都可以得救，我们都可以罪得赦免，是不是第三个，我觉得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的为那些悔改的人欢呼我们要感恩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儿子回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欢喜雀跃，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个浪子回家，我们要感谢神，而不是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好像那个99个羊里面指责牧者，你怎么去找他回来？你怎么不管我们？对不对那种自以为意，反倒是神要对付的，反倒是神不喜悦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要欢呼雀跃所以这个我们能做什么事讨神的喜悦？又回到我一开始讲的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向我们显明的，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悔改。而这个悔改是对神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是内心的转变不仅仅是道歉而已，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悔改。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在这个文化，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认为是耻辱的。当你示弱的时候，当你悔改的时候，当你道歉的时候，认错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世界觉得你软弱。可是在神面前，这是真的刚强，神也会让我们常常为此来欢呼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